收看关键时刻。今天是4中全会的第2天，在昨天第1天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习近平稳了。为什么稳？因为官媒给我们答案啊。昨天的时候，他说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没想到今天才过1天，竟然风云变色了。今天官媒怎么样讲？他说，“14、15期间的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但这一次关键是在下面。他说，始终坚持是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他没有提到习近平了，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只是4中全会的第2天，现在中国的官场，中国的中南海还是斗得跟什么一样，杀得跟什么一样。而这个氛围不单单只有我们嗅到，川普当然也嗅到。他说，未来如果我们中美要谈判的情况之下，包括稀土，包括芬太尼，包括大豆与台湾，都是很重要的核心议题。这4个议题都是要持续施压习近平。而大家怎么都没办法想到的事情是，台湾除了美国在打台湾牌之外，中国也在打台湾牌。我们特别找到《人民日报》在昨天抛出的相关的报道，没有想到在最上面最显眼的地方，竟然是中共中央这个习近平电贺郑丽文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在最大的这个地方。而对于川普来说，他说我的牌始终有非常的多，这一张致命牌可能大家都想不到，这一张牌竟然是诈骗集团。志彤，我们昨天讲，不是说稳了吗？今天4中全会第2天又不太稳了，对，那第3天呢？第3天难道又稳了吗？对，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全世界也在看这一次的4中全会来说的话，你习近平到底能不能够过关？为什么？你看，这是《纽约时报》说的，围绕在4中全会的禁忌问题是谁将接班习近平啊？所以他们显然，你问未来习近平你位置到底稳不稳啊？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川普。川普前几天还说，我跟习近平关系好得很啊，他的一生可以拍成电影。可是今天他就开始对你施压，他说什么？他说我跟习近平在月底见面来说，如果假设没有达成贸易谈判，我11月1号就要对中国课税。那他还讲到4大议题，我觉得要跟你讨论，所以看起来他也在对你施压的一个状况。所以川普他知道现在习近平出危机了，对，他就对你赶快踹2脚了。好，那我们讲那是外面的这个事情啊。那好，中国内部呢？中国内部来说，我们要看他们的一些官媒的这个说法。你看10月20号，这个也就是说这个4中全会召开的这个开始的时候，对，他说我们在过去。我们要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的这个思想。可是嘛，今天来说的话，你看这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然后坚持以人民为核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靠人民，14多亿的人民团结在这个共同享受改革发展的这个结果。也就是说，现在从习近平变成是人民啊，所以习近平的这个位置角色不见了。石总，这太奇怪了。我们昨天讲，来导播我们看。昨天发文时间12点13分，应该也还好。对，你看到开幕没多久这一个第2天的时候，是变成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一篇文章，半夜对，半夜的12点28分，对，深夜的长文。所以我跟你说嘛，因为目前为止来说，他们4中全会是关起门来，大家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够从官媒的蛛丝马迹去闻那个味道。你就觉得，原本好像大家都团结在习近平啊，现在没有，我们要为人民。那为人民的什么意思？人人有机会嘛。所以现在为什么《纽约时报》会直接刊出这个消息？所以说，事实上里面的确正在发生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所以他这样一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里面可能还在斗，而且杀得非常凶。是，川普这时候马上就出手了，对，完全不是说很好吗？没有。稀土、芬太尼、大豆跟台湾，对，这4个都是重中之重。对，照你知道这个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吗？稀土我们知道说中美这一波本来就在为了这个杀的跟什么一样。芬太尼本来川普就很在意嘛，对。那大豆本来他就说，你要买啊，可是问题是过去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川普并没有把台湾问题拿出来讲哦，他都一直说我们这个不讨论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跟他讨论过。他现在直接把台湾拿上来，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那当然啦，你看他还继续讲，因为他主要是跟阿巴尼斯见面的时候，他就有人问到说，你有没有中国有可能在2027年入侵台湾啊？那你说英美澳的3国AUKUS的核潜舰是在用来威吓中国，是不是这样啊？他说没有。
美国跟中国不会有问题。他说中国不会想这么做，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啊，所以他就直接给你呛瞎，你不干啦，我相信你不敢啦。他说，然后他就说，那表示中国不重视台湾。他说没有，他说不代表中国不重视台湾，是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眼中的苹果，苹果。所以他知道嘛。苹果就是中国最想要的，所以我才说他为什么突然之间在这一次谈判里面把台湾拿出来。对，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好，那我就讲，那中国呢？中国当然知道你在玩什么牌嘛，所以我才讲，我昨天不是说吗？拿到郑丽文这张牌是中国认为说我可以反制你打台湾牌的一张牌嘛，所以我们就讲，你看《人民日报》在这个我们讲《人民日报》是中国最重要的报纸，对，他在郑丽文当选的隔一天，你看马上就这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贺电郑丽文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你看，然后这个郑丽文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这最上面的，对，过去这个版面都是习近平才能够有的，他下面是石破茂，对，他下面是谁？这个村山富市。那村山富市是谁？你知道吗？村山富市就是第一个承认说，我们为日本这个入侵中国道歉，所以他是中国的友人。他还放在第二个，但是第一个还是这个郑丽文，所以呢。郑丽文在中国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张牌。好，那我们再看一个风向机，这风向机是谁呢？胡锡进吧。胡锡进，你看，胡锡进，他就连发，郑丽文，对，那看连发郑丽文，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连胡锡进都闻到了，他懂了，他他是过去《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他当然知道党中央的意思是什么嘛。所以呢，事实上就告诉你什么，这一张牌显然，我就说这次非常不寻常的，川普提到台湾，中国也打出台湾这张牌，所以我就讲，看起来的话，他们两个在月底见面来说的话，可能真的要最后的决战在这个时候了。好，那我就讲，那为什么中国？我讲之前来说的话，中国好像就是不理嘛，他一路用稀土这个张牌把你压到底嘛。好，可是我们昨天不是说吗？现在中国好像有点放软啊。第一个，他把这个李成钢，你免除了 WTO 的这个代表。另外，秦刚都出来了，秦美的秦刚回来了。对啊，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中国在退让这样一个状况啊。那贝森特也跟这个何立峰也通上电话啦。好，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川普呢，表面上他是说，我们这个稀土啦、芬太尼啦，还有包括说像台湾问题啦这些，还有大豆我们要讨论。可是事实上他打了一张牌，这张牌来说呢是隐形的王牌，这张牌叫做诚挚这张牌，就是我刚刚讲的诈骗集团。好，那为什么这张牌呢非常重要呢？因为它是剑指什么叫做红色金库，我们就讲。你这个层次你怎么有可能？我们就讲，光是比特币就150亿美金，它还有利利扣扣加起来，什么英国的豪宅，超级有钱的，它可能有200-300亿美金以上哦。好，那样你打这张牌要干什么？但是显然他现在就直指，你看现在我问你，现在陈志仁在哪里？不知道啊，对不对？消失了。对，那有人说他什么？他跑回中国了嘛？那为什么跑回中国？我就跟他讲，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他这次被查扣的是在约莫是这个12万枚的比特币嘛，那12万枚的比特币来说，你就说这是第一个案子啊？没有，事实上在更早之前，我们不是在节目上讲过吗？中国有一个叫做女妖嘛，中国女妖，比特币的妖精，对，就是他，对，没错，他在中国卷了那么多钱的时候，然后到英国去，然后被查扣，他被查扣的时候，当时不是查扣了61000枚，大家都已经认为说，哇，你这个史上罕见，就你查扣这么多之后，突然之间又有12万枚，而且都是英国还有美国联合侦办。对，所以这告诉你什么？告诉你，显然这个我跟你讲，这两个人加起来已经18万枚。我们刚刚讲12万枚价值150亿美元，这6万枚是50亿英镑，67亿美元。我的天哪！220亿美金，钱是谁的？220亿美金，我们乘以30就好了，这是新台币6600亿耶！6600亿的数字，比台积电一季度赚的都还要更多。你想说到底怎么一回事？那这些钱都跟什么有关？都跟中国的官场有关嘛？那这个所谓的这个层次，它跟中国关吗？到底关系好不好？当然好啊！我们跟他讲，你看哦，这是什么？这是中国北京哦。你看，对，这个中国北京啊，2022年的这个中国第11届的这个所谓财经峰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太子集团，然后简称的太子集团再度荣膺2022年企业社会责任典范奖。它是典范，中国财经峰会，它是中国的典范，是这个太子集团好，那我们就是跟他讲，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你看，这是之前2025年8月14号出事没多久之前
山西省的这个他们商务厅的这个党组织啦，还有厅长啦，还有山西什么一行人呢，还有这个赴山西这个建设银行这个柬埔寨金边太子幸福广场项目指导。所以呢，他们到什么？他们到金边来。对，他们这些人到山西的相关的人士到金边来。那这厉害了！2022年有多少1000位的政商领袖、专家学者，对，他们线上线下出席了这活动。你知道这个活动非常大，结果你还把这个舞台给了太子集团。对，今年你还到了这个金边太子幸福广场去调研。对，你们很麻吉，很好的嘛。所以好，我们就讲嘛，至少你在北京的方面你有影响力哦，然后另外在山西你有影响力。对，所以说他跟中国官场非常有交情嘛，所以我们就不是说吗？现在有传言就是他跑回中国去了嘛。那跑回中国，如果假设他真的跑回中国的话，那代表什么？代表这些钱搞不好只是他帮人家代管的嘛，不然你怎么那么多钱呢？我就说真的，他自己们吹嘘说什么啊？我这个什么诈骗一天就可以赚3000万美金，你真的相信能赚那么多吗？但搞不好就真的很多，就是这个中国官场都帮人家洗出来钱嘛。好，所以我就说这就是什么？川普打这张牌就是说，我知道你的几年生命收窄哦，你搞要看注意哦，不是只有你哦，知道你们很多红二代、富二代的钱在什么地方啊？那这张牌来说的话，事实上会不会给你心理压力？当然会给很多中国官场很大的压力嘛。哈，那我就跟他讲。因为这件事情来说，现在是刚滚雪球而已哦。为什么我这样说？这是太子集团旗下太子发生挤兑啊。你是说太子银行在柬埔寨这个地方，大家的信心都崩掉？为什么？因为大家你这样子钱被查扣，你到底公司会不会受影响？我的钱怎么办？对，所以你看，他们目前为止，大部分的人就开始去挤兑。这个人也太多了吧？连带使的这个柬埔寨的中央银行就说，我们开始没有问题了，我们会对他存入钱呐，然后提供无上限的紧急流动性这样一个状况，要不然的话，搞不好会出现连环挤兑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事实上，我就讲。实际上连这个 QR code 就不让你用了，为什么？因为他怕你说你要继续领钱。你说我今天如果我要去付款，对，我要扫 QR code，对，现在也不能他都不让你用，你只要是用这个所谓太子银行都不让你用，付款或者领钱都不给你用。好，那我跟他讲，像这次比较有意思的是，美国在这一次的起诉书不是就给你夯不啷当给你列出来嘛？说我知道你在柬埔寨，然后你在辽国、新加坡，然后这个开曼群岛，还有维京群岛、美国、香港、台湾、帛琉都有据点，对不对？对。但我跟他讲，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事爆出来，真的假的？对，韩国自己他们的新闻单位自己去查，他们发现说什么？没有你在韩国首尔也有办公室啊，你看。城市在首尔也有办公室，对，所以你看，连日本的，你看在 Tokyo 的这个 office， 然后在 Osaka 的这个 office 都被他抓出来。所以你看，那当然还有台湾嘛，你看台湾不是我们爆出来就是说，他之前在这个所谓和平大院下面来说有20几台车嘛，现在很多都出来，所以他现在的事情越来越多。你看，我就讲他们所以川普这样子，我原本以为他只是先丢一个所谓的烟雾弹出来。对。他全部都查完嘞，是我们原本说香港、台湾、柬埔寨、帛琉就算了，现在连日本、韩国通通都是。对，他等于说你在哪里，我都栽啦。对，所以我就跟你说，这是有这个顺序的上菜嘛，一道一道菜给你看。我怎样？我知道非常非常多嘛。那我就说，故事再串联起来的话，搞不好就会越来越清晰嘛。吓死人了。好，那我跟你讲，有一个国家就吓到了。我跟你讲，谁吓到？新加坡，对，在我跟你讲，新加坡过去一段时间，他不是说我们要走在这个中国跟美国两个国家之间，我们不选边。可是他这几天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里面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总统叫尚达曼总统，他到 IMF 去演讲，他的 IMF 去演讲什么呢？他说什么这个中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他说什么？美国在生产力、收入、创新能力，还有金融体系能保持明显领先的地位，但中国正缩小跟美国的差距。但是呢，这个美国从没有遇到像中国这样子规模庞大、有实力、迅速崛起的这个竞争者，这导致美国的政治氛围呢出现改变。而且他说什么？他说关键在于中国能否继续与美国、欧洲及其他主要科技互相依靠。对，最重要是这一句话。对，而不是走向完全的自给自足。他跟中国讲说：“你不要闹，对，你在自给自足的路线你就惨了。”对他，虽然他全文来说，他说：“中国崛起对美国造成很大，但是他说中国你不要这样哦，你不要跟美国对抗，你不要走自给自足的路。”他不是打了这个习近平一巴掌，他们现在才要制定所谓的15五计划，说你打他一巴掌，说你千万不要这样做。好，那什么意思呢？你看，连老共都生气了。
老公对老公就说什么美国撤啊，他就说啊，这是你美国没招啦，开始发动小弟打舆论战啊，什么新加坡中国不应该自给自足，这哪有可能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他就说，你看新加坡总统的一句话，看似这个中客，深明大义，实则包藏祸心，阴险又偏心。万万没有想到，自给自足居然又变成贬义词的一天。对，所以你看，他们就开始这样在对这个新加坡总统在这样 K 啊，那要说什么？你看。这个新加坡总统喊话中国不要搞自力更生，乖乖给美国这个造衬衫换飞机。所以呢，他们很生气啊，就说你们这样什么意思啊？我们还是要继续当美国的这个工厂吗？我们要骑在美国之上，那怎么可能会这样？所以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呢？我跟他讲，新加坡怕到了。为什么新加坡怕到？我跟他讲，这一次陈志事件爆发的第一个时间，这样国际媒体都在报道。对，那你只要跟陈志呢扯上关系的时候，大家都吓一跳。就没想到彭博说什么？他说，新加坡涉嫌数十亿美金的诈骗集团受到关注，他都直接点名，他也点名陈志跟新加坡有关系的。他说什么呢？陈志跟你这个新加坡政府100%持股的淡马锡控股，淡马锡控股是新加坡的国家事业。我们知道，事实上过去一段时间呢，新加坡前总理的夫人何清才担任他的这个 CEO， 对，他是新加坡的国家的金库，等于说我就跟你讲。如果今天陈志跟我们的这个开发基金扯上关系，那你觉得这是什么？这一定是个政治大丑闻啊！完蛋了！拿到什么？他说陈志在新加坡设立了家族办公室，好，然后获得这个税务减免，那同时跟淡马锡控股旗下公司建立关系。然后他就说有一个被美国制裁的这个3名新加坡人的陈秀玲呢，他在2023年的12月呢担任这个17 Life 的董事，然后17 Life 是淡马锡旗下创投公司的祥丰所控制的。那祥丰呢跟这个所谓的太子集团有关系，所以等于是这样连上来。那第一个时间你知道淡马锡被点名，吓都吓死。他说没有，我们跟他没有关系。然后他也说，我们跟这个陈秀玲的这个子公司都没有任何关系。淡马锡马上第一个时间都跟他划清界限。好，那我跟你讲，为什么淡马锡非常有意思呢？赵和，你知道吗？淡马锡这家公司来说话，他过去投资都投资在哪里？投资在中国，而且他跟中国官方关系是非常好。对，何金啊，还有这个新加坡的很多高官跟中国关系都非常密切。所以你扯到淡马锡的时候，其实后面可能也会连上中国。所以那你丢这个出来之后，为什么新加坡会怕到？因为第一个他说什么？他在新加坡设立的家族办公室，那家族办公室，如果假设我要查的时候，我是不是会去查你这个家族办公室？你淡马锡你也没办法躲掉的哦。对，好，那家族办公室，我想新加坡看到家族办公室这几个是吓傻了。你知道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为什么这几年新加坡的经济那么好？为什么吗？因为过去很多有钱人不是都跑到瑞士吗？瑞士去瑞士银行存，可是从这个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就说不行。你瑞士你要把所有的人的资料给我知道，所以瑞士慢慢就褪色，就很多人就用家族办公室来到这个新加坡。那你看，假设我今天我也可以查你的家族办公室的时候，你觉得还有谁敢去那个地方？虚拟币我也可以查，对，家族办公室我更可以查，所以这个对新加坡形成非常大的压力啊。那尤其是你又跟陈志扯上边，真的假设查下去的时候，你新加坡怎么办？所以我就跟你讲，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猫腻，我觉得可以值得大家观察。好，那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什么？我们讲，这个中国、美国这个川普总统上来不是一直在弄这个虚拟币吗？对，他就说什么我们未来要那么发行什么美元的稳定币一大堆，对不对？那事实上中国也说，那我们要跟着你，我们可能要发行稳定币，这个包括说人民币的稳定币啦，还有香港的稳定币，我们要发行这样一个状况。就没想到这几天陈志被打了之后呢，中国马上就说，你这个蚂蚁集团呢跟京东呢，你们要这个发行这个香港稳定币这个计划，先就多妈的，不能了，休淡季嘞。为什么休淡季？我跟你讲，因为第一个，他现在就知道说，你美国真的是影响力无远弗届啊！你连这个所谓的这个比特币，你也可以扣押，你可能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相关的金融这个投资链的技术嘛，对？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不可能扣押，对，现在还很多人说怎么可能？但是就真的被扣押。那我现在发行这个稳定币的话，搞不好这个钱流出去了，到时候又被你扣押，就被你完全规划。旁体对，我要割韭菜，结果反而被美国又在后面割韭菜，所以现在目前为止他们就停住了。所以我跟你讲，事实上这就是很多的金融的这一次的陈志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它改变了很多金融的规则。那当然里面来说，因为它背后可能就直指到红色金库嘛，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四中全会开会的这个过程，还有中美这个最高领导人之间要对招的时候，搞不好我问你，赵好，搞不好这
这个习近平跟川普见面的时候，川普就直接拿一张出来说：“拍谁啊？你的钱我都在我这了，对，你而且还有你的朋友的钱，对，陈志恩这样，你觉得那时候会是怎样一个画风？都软掉了。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时间点让整个中国从原本的强硬变得比较软的时候，这里面一定有非常多后续的故事。辉正，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今天美国放了这个消息出来，给一张图，你到底谁跟谁跟陈志是有关联性？每个都吓死了。今天日本、韩国也竟然跟陈志都有关联，而我们台湾也是第一个在第一轮就被点名的人。结果今天看到一幕，今天警政署长张荣兴被立委问到现在到底是要怎么样？他说我们现在要报请北检来侦办。不对哦，为什么？你现在才报请北检来侦办？你不就是如果今天美国提早跟你讲的话，你早就跟美国一起合作去办了吗？这不就是代表一件事情？今天你完全没有收到美国给你任何情资。是赵和，事实上我在整起事件当中，我最疑惑的一点是什么？从头到尾，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好像在状况外，你知道吗？这个所有的媒体报道，而且国外媒体报道，直接告诉你，在第一轮起诉里面，除了陈志之外，还有3名台湾女性，而且台湾女性呢，其中这3个人有布局在帛琉。那这更进一步告诉你，今天最新出来的名字嘛，其中陈志最重要的一个左右手叫陈秀玲的，对，竟然是我们台湾17Life 的这家公司的独董。哇！你想到说台湾在里面扮演如此吃重的角色，结果呢，就我们整个检调单位、警政单位都不知道，完全。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这很怪。你刚特别讲点出3个台湾女生的名字。今天如果你说点出台湾3个台湾人，那就算了。今天人家把名字都给你了，对，你还不去痛吗？赵和不是只有名字。他连护照号码、出生年月日，1994年1月5号，这个应该叫做黄检什么的哈，个人资料统统有了。对，还有另外一个叫萧廷宇的应该是这样翻的。然后呢，他是1990年的11月8号，然后另外有一个 Michelle。结果呢，我们的警政署长在今天在立法院那个备询的时候，他就说。人家讲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他就说我们现在报请北检处理，然后人家就质问他，到底美方有没有知会你这件事情？这代表什么意思？美国单位完全不信任我们台湾，对，你台湾可能被渗透了，所以他们认为如果告知你的情况之下，有可能走漏风声，所以完全没有知会你一点。现在看起来这事情很大条。刚刚提到的这个太子集团，对，它其实就在那个总统府没有多远的地方，和平大院里面，光是陈平所持有的资产竟然高达11户，而且今天有另外有11户，11户。今天有另外一个消息出来，不知道真的假的，说全现金购买。我真的觉得台湾这种太奇怪了吧？我们平常要汇个20万，问到连你祖宗八代都问出来，人家可以捧着现金几十亿来买和平大院没有问题吗？你没有觉得在洗钱吗？全现金，太荒谬了啦！他是我们台湾5大家族的喝雅郎吗？不是。这太奇怪，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显然过去这一段时间，政府完全没有觉得不可思议，竟然直到人家美国都已经起诉了，我们才知道。好，刚刚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一波美国检方起诉的里面，3个台湾人是陈平的一个左右手，其中他主要为什么呢？就是参与他在帛琉这个部分的一个计划。帛琉的部分有什么样的计划？他说太子这个控股集团。透过叫 Grand Legend 的这家公司和帛琉当地的犯罪组织分子，同时取得这非常重要，帛琉恩格贝斯拉斯岛99年的租约，要在这个地方新建度假村。99年的度假村，昭和，这叫以商养情资，以商业的名义，事实上进行一个军事的一个刺探。
我们都知道，美国把这个帛琉视为它的第二岛链，而且美国的军方还在这边设立了一个叫做海岸监视系统的。结果今天竟然有一个太子集团，他聘雇了3个台湾的人在那边帮他协助所谓的度假村的一个开发计划。其中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们台湾跟帛琉是有一个所谓的邦交国，对，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来掩人耳目？不是我们在瞎讲，因为路透社在今年4月的时候就披露。中国正在帛琉这个地方跟美国进行角力他们甚至用一个叫做这个帛琉华侨华人的联合总会，对，然后在跟这边中国的商人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帛琉国际机场距离100-200公尺的地方呢，租得28万跟38万平方尺的土地，要干嘛？来进行相关的一个它距离美军设施只有数百公尺，等于是我就是把你的土地租了之后。我就近监视美军了，是等于是美军的军机在这里起降，是不是完全就逃不过这个太子集团的眼皮？那这个相关的所谓的以商所养禽资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叫艾瑞克，他是前中国特工，他在这个 X 平台里面特别去撰文发表，他直接就讲，什么？他说陈平跟太子集团事实上已经把他们的触角建制在帛琉，而台湾这个部分一样也是太子集团一个很重要的据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有提到有几个台湾人是陈平最重要左右手，其中提到一个人名叫什么陈秀玲。陈秀玲呢，我们都知道他是现在已经是17的直播读懂，他在前几天的时候因为整件事情爆发之后，他就卸任。第一个就是这个总共太子集团在台湾有9家公司，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母公司叫台湾太子不动产投资公司，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就是陈秀玲，连陈平都只有挂名经理而已。然后再来这个陈秀玲，他还是这个太子集团在新加坡。太子集团在新加坡总共有17家实体公司，陈秀玲都是董事或者是所谓的一个秘书，甚至2者身份都兼具那刚其实世聪哥有提到，这一个17呢，事实上后面有一个大股东跟淡马锡直接持股是大概3%左右。淡马锡的子公司一个叫 Vertex， 但是它中文名字叫做祥丰科技祥丰科技是直接持有26%。换句话说，这陈秀玲跟这个祥丰科技应该也有非常紧密的公司。那好，回到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因为17直播，有人特别提醒我，他说这个直播这种直播业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现金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一直抖内你，我一直抖内你，那我们就会觉得那抖内那有什么问题呢？因为你这样现金交易很多的情况之下，很容易变成是洗钱的平台。他们就告诉我，在这不一定是17，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很多诈骗集团，比如说在台湾，诈骗集团在台湾诈骗了很多钱，他钱怎么洗到国外去？他有可能就不断的用去抖内这些抖内，比如说现在就抖内我们全部抖内了1年，你知道17它1年的营收规模有多大吗？2亿美金所以这个我不是说17一定涉嫌洗钱，可是如果有人不法之徒透过这样的方式，1年2亿，我就透过你可能那个不法的诈骗金额是1亿美金，你就透过抖内我9千万，我这个平台可以跟你分我平台抽 commission2成，其他的7成7、8成全部就还给当初抖内给我的人，但是我还在哪里？我还到新加坡，为什么？因为我的 base 公司的总部是在新加坡，17在哪里上市？新加坡。当然我们现在你也可以说是我们假设，但是显然很重要一件事情，台湾这个点在整个太子集团里面其实占有很重要的角色，但台湾官方到目前为止麻木不仁。玉凤，我们刚刚讲，现在为什么川普手上这张牌这么重要？因为他把中南海，他把他的红色金库完完全全掐着。他掐了之后，习近平他当然怕死，怕死。现在中国经济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来的差的非常非常多。你看到这家银行是广州的农村商业银行，它有点半官股，它已经赚了非常多、非常稳的。结果没有想到出大事了，他竟然跟他的员工讲说：“玉凤，我2022年发给你的过节费
现在通通都要缴回来了。对，过去来讲有没有听过这种事情？其实也有听过这种事情，但是没有像这样子的公股银行这一家叫什么？广州的农业商业银行，它是公股的身份，而且你在大陆你听到农业。大概以农立国，农业真的来讲是很重要的。对，他们竟然做出了一个很特别、很离谱的一个花招啊！为了要钱，怎么要钱？告诉你说，我之前给你的奖金你得退回来，奖金等于薪金，等于薪水，我怎么可以退给你？哪有这种事情的？而且呢，那个时候呢，网民还在讲说，不会是刚刚中秋节过的嘛？没有。向前追查3年，什么时候的钱呢？从2022年以来发的一个3节，有过年、有中秋、有端午的过节费，每个人合计人民币大概是多少钱？总共加起来是1.4兆元呢。你要把这个钱给吐出来，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你的全勤奖金你花掉了没？2022年肯定花掉了吧？对，你的中秋礼金2022年开始来的，你花掉了没？你肯定花掉了吧？对他们的这些员工来讲的话，这真的是晴天霹雳耶！钱花了就花了，你现在叫我拿出来，我要怎么拿出来？所以呢，你知道吗？这家银行不是小银行，它是公股，它有多少？它的总资产超过1.4兆。人民币哦，要乘以5哦，1.4兆人民币啊！为什么要这样子？你知道吗？这家银行原本算是相当好的，它可以对比谁？中国的工农中建这4大国有银行。问题是现在来说的话，经济不好，我就得弄钱，的话，员工跑不掉。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不要薪水？你要不要下个月的薪水？你要下个月薪水，你就把3年前的过节费给交出来。好，那另外来一个讲的话，最近为了评级。你现在很多银行集中清理沉睡的账户，确保资金安全，提升使用效率。看这个名字，看这个标题是不是高大上？对，很多的账户啊，你用了那么久啊，几年来都没有，我还寄息给你，现在也不好吧？所以呢，这几个银行就说要集中清理沉睡账户。可是你要讲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你的这个沉睡账户可以进不能出，什么意思？这个很有趣哦。这个有一天呢，有一个男生他就点外卖啊，外卖平台说我们现在有送奶茶的优惠，但是呢你要干嘛？你要用特定的这个银行卡还有配合，所以呢你必须要买到25块钱，那就可以送奶茶。听起来好像也不错吧？我点个外卖餐，然后呢弄一杯奶茶我只要换一个银行卡来刷。那他当然愿意嘛，所以呢，他就把这20块转到了他旧的卡里面去，然后原本的5块加20块不是25块嘛？对，他就想说，他就可以用啦，他就想说他就可以用了，就可以换一杯奶茶了。结果账户被锁了，什么意思？你的沉睡账户可以进，但不能出。如果你不小心把钱转进去，那你就转不出来。对。然后呢，他就生气嘛，他也要维权，他就说可以，你去我们线下的一个驻点，你去现场申请，谁会为了25块，所以他根本再跑一通？一个账户里面低于10元的那种非常多，他就一次把它全部都清理，他剩下一点点他都要把它刮来赚的。这个就是典型的在评级，慢慢的刮，总会掉下来几个比较有钱的。整个其实大陆来讲，很多的银行户头。这样子统计起来，其实还是有意义的，还是可以提到紧的。好，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最近有一个新闻也是炸锅了。什么炸锅呢？这个云南的农民啊，政府来发放津贴了。我们先看一下2024年它是怎么发放津贴的。你看宝山市人民政府的信息公开里面有讲到喽，在那个时候呢是2.4兆，2024。总共拿出了2.4兆，蛮多的哦。虽然农民人口也多啦，大概51万户，平均一户拿了476元，还蛮好的啊。对，你乘以5也2000多块，2000多块至少也可以吃个1-2餐。可是重点来了，你看2025年大家炸锅了，好。这个你的尾号2899的个人账户，2006年06月27日收到了多少？我们刚才讲的宝山市嘛，对不对？一个惠农的一个优惠，总共多少钱？不到人民币1块钱呢，0.79啊！你刚刚不是说一户平均拿476？这个0.79，这个是24年，对，这个是25年，你从476变成0.79，很多的网友看到这个帖子之后，马上来抛出我自己的兄弟啊，0.79算多的啦，我这是多少？0.32，更惨。而且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你要看一个重点了，这重点是什么？发放周期为按年，这是党和政府的惠民惠农贴补政策，你1年就给人家0.32元。那你有没有讲过一件事情？那你倒不如不给。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羞辱人嘛。其实应该上面给的是蛮多的，但是呢，很多16省170县节流挪用超过41亿，什么意思？
因为中央来发放，然后呢，很多的县市、省级政府缺钱，就把它给节流了。它不是截完曲直哦，它就像是一个流刺王一样，把这钱给节流了，总共拿走了41亿，所以呢，流到人民手中的多少钱？0.79、0.32，因为不能不给你，不给你那就会有问题啊。因为上面中央有给我的基层人民，劳动人民怎么可以没有拿到？问题是我节流之后。哇，数字就难看了，就变成这种0.32、0.79，这就是现在中国大陆财政最大的一个窟窿。宇轩，我们刚刚讲中国经济真的现在是每况愈下，你发那个农民补贴0.32，你在羞辱谁啊？结果我们发现最近中国的怪事也不只有一件哦，你看到这个画面，这画面非常吓人，这是江苏的一个化工厂，结果它的黄磷罐车它泄漏之后爆了。我说这是哪一个没天良的单位？那个黄磷是有毒的。就一查下去不得了，他可是吉利集团创始人李书福他们企业下面的化工厂。这好像事反必有妖，为什么？因为中国最近呢，包括它的各个行业的巨头出很多怪事。你现在看到这是在江苏哈，原本呢它的这个化工厂是专门做这个磷化物的，就突然间呢起火了。那起火的起火点其实不是工厂，是它工厂里面的一台车。那这台车呢，因为它里面的磷不断的在外泄，对，那外泄出来之后它又自燃，所以呢导致说它整个浓烟窜起来呢，底下是火光，浓烟至少我们讲的将近快要30公尺高，甚至是再往更高的层次。将近快要10层楼，那时候整个街道呢，包括整个都市变得像沉默之丘一样，这就是你看到的哈。我们讲的变人在讲雾都，这个比沉默之丘那时候讲那种驱公病还要毒对，是黄磷罐车而且闻到之后哈，我跟你讲可以出大代志，为什么？因为那个会过敏，马上就有居民跟他说，哎呀，闻到之后，哎呀，我头也痛，啊，身上都是黄磷的毒气，哎呀，那街上都是那个浓浓泥，我看不清楚前方啊。然后我们讲说这个爆炸呢，也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哈，但是呢，里面的化合物有什么呢？无氧化二磷、磷化氢、3氧化二磷等等，反正就是呢，还有包括我们讲的氟化氢，乱七八糟一大堆，全部都吸到人的这种肺里面。但你知道吗？为什么刚刚赵友讲说这个背后呢是李书福的儿子叫做李欣欣？因为实际上他是入股的一个接管人哈。那为什么他要去入股接管这个？主要是因为他跟电动车呢以及相关的半导体产业制作有非常大的关系。对，所以原本呢，他把这个厂收购之后，包括有一些工厂啊、食品啊、laptop 啊、或平板啊、半导体啊、基体电路啊、晶片。其实都用不到这个，所以它这个晨兴股份是磷化工业，它是企业的龙头对啊，龙头这样子干的。对啊，那我跟你讲，他还出什么事情？因为他们原本接管的时候赔钱，那后来呢，好不容易赚钱了，就赚钱之后呢，又跑出这种奇怪的公安事故，那大家都不禁想说怎么那么怪嘛？但各位更怪的来了，祸不单行，因为他叫李欣欣，他名字有2个欣，今天呢他代理叫做霍鑫。另外一家公司也是李欣欣的哦，叫什么呢？叫做一心啊，叫 One Star。本来呢是做无人，这个我们讲的无人的这种类似机器人啊的相关系统。结果呢，他今年5月才成立哦。对，5月哦，各位仔细听哦。结果呢，不到5个月，大概9月、10月的时候，不好意思，宣告解散，人去楼空，就这么快。不到半年，5月那时候注册资本还1000万人民币，1000万小 case， 造了1000万是小 case。结果他们的记者到这边看，空的，没人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说1000万小 case 吗？他成立这家公司之后，对不对？他就开始跟你公布说，我们要做出一个首款的产品，这个叫做呢，我们讲的轮式双臂。换言之，它没有脚，它是呢用轮胎，然后有2只手，然后呢它是这个我们讲的机器人，而且他说我的机器人跟别不一样，我跟上海复旦大学合作，我们合作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是逆向工程，人家机器人都是先做出来之后呢，再研究说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机器人，怎么样实用。我们不是，我们是先让它符合实用的场景之后呢，再回推去做机器人。很厉害呢，讲得头头是道，对不对？好，投资人相信了，一大堆公司要去投它了，所以呢，他1000万一开始出来，后面呢，包括百度风投，包括同创伟业，包括银河通用，包括蓝带科技，全部投下去，总共多少？好几亿人民币，哇！灌进去哦，那应该不会倒吧？对，应该不会倒吧？对，就5月来前面，对不对？好，你钱进来了嘛？因为它好几轮创投，8月也创投，9月我们讲9月也创投，对不对？好，都投进来了，资金都进来了，好，关门大吉。所以其实从头到尾就在圈钱，不是根本吸金吧？对，我跟你讲，中国现在一大堆这种东西。为什么说一大堆这种东西呢？我跟你报告一件事情，中国到现在为止哦，大概呢有将近18万家左右，反正呢就是很多家，30万家更多哦，就能倒的里面呢倒了8万家，3年呢倒了20万家。为什么？
大家都在做跟李欣欣一样的生意，我们先想个 idea， 比如说我来做一个如何把这个黄果票票权，只要呢这个 AI 机器人可以让你变得跟赵和一样帅，然后呢等到骗到一大堆钱之后呢，骗到1亿2亿之后呢，把整间公司关门大吉，专干这种事情。所以你想想看啊，中国这种内卷状况下，大家知道国家要拼，地方政府要拼，反正呢只要要拼就有资金，那我干脆干嘛？就拿出来糊弄几套，套到钱马上让干。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